袭！有人强闯天道总台！陆晨，你断了我们的后路，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！跟他们废话什么？先毁了这口天道井！完了！这两个疯子燃烧了本源仙骨！想动他，问过我吗？区下界刚飞升的剑修，给我死！万魂业火，去！这股怨气。叶姑娘，退下吧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接下来是客服的售后时间。警告：检测到用户存在严重暴力行为。死到临头还被带逃，恶意破坏天庭基础设施，威胁客服人身安全。现正式启动特级账户封禁程序。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庞大的功德？这股威压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万界苍生选出来的，禁言。疯了，他就是个怪物！终于想到金属阵的。服务还没结束，你要去哪儿？强制差评，物理抹杀。不，我乃天庭仙官。陆特级，他们都没了。账号永封了。你这封号手段真无理啊！我陆晨，岁玉界3000年第一剑修，胜过魔尊，平过鬼海，一剑劈开9重天劫，今日飞升。飞升必是金甲神将列队相迎，玉帝亲赐凌霄宝座。陆晨，岁玉界飞升者，剑道资质甲上，履历记录甲上。恭喜，通过天庭入职体检。入职？你的岗位是万界功德服务中心一线客服，负责接收下界关于雷劫、香火、姻缘等问题的咨询与投诉。这是你的玉牌。天庭万界售后司，工号甲9527。我万古第一剑仙，你让我去当客服？天庭没人了？不是没人，是没人愿意干。诸天最高之地，最缺的不是战神，是客服。去那边报道吧。我看着面前这座像凡间账房一样的巨大宫殿，门口挂着块歪歪扭扭的牌匾。9987万件，请各位仙官保持微笑服务。新人，我是售后司3组主管周平安，把这枚耳坠仙器带上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求姻缘求了30年？雷劫超时3炷香，要求赔偿。这都是谁？用户，能不能不接？看看垫顶的铜镜，客服未接率超过30%，扣除当月功德。客服态度恶劣，扣除100年仙路。恶意挂断投诉。降品，降到哪儿？凡间。我立刻把耳坠死死戴回耳朵上。年轻人，亲亲，
您的愿望没有响应，是因为您许愿时用了过期猪头肉，系统识别为低诚意祈愿呢。左手边那个红衣女仙，3万年前声名震9界，现在负责安抚。亲，您说月老红线牵错了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这边建议您放下执念，重新投胎呢。我人麻了，拿着。天庭客服基础话术，第1条，无论用户说什么，先说亲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记住最后一句话，客服不是受气包，客服是天庭和万界之间最后一道秩序。客服不是受气包，是天庭和万界之间最后一道秩序。滴滴滴，新人，你的第1通来了，亲，接吧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天庭是死了吗？这态度，我正在渡劫，雷劫多劈了9道。你问我有什么可以帮我？渡劫时投诉，这用户命挺硬啊。用户叶静霜，清玄界剑修，投诉雷劫异常，当前状态濒死。雷劫异常，300年前，我师父就是死在一场异常雷劫里。叶姑娘，你先撑住。撑，我本该渡49天劫，如今已经落了58道，你让我怎么撑？周主管，雷劫异常怎么处理？新人的第1弹就遇到雷部，转普通复合。普通复合多久？3到5个工作日啊。3到5个工作日，他已经等不到复合结果出来了。陆晨，雷部不是我们能惹的。你刚飞升，不懂天庭水有多深。我在下界也有人跟我说过，魔尊不是我能惹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坟头草3尺高。警告！新人慎用 S 级强制仲裁，若仲裁失败，扣除1000年功德。我刚飞升，哪来1000年功德？债多不压身。你按了什么？你疯了！叶清霜，听我指令。你是谁？天庭万界售后司，工号甲9527，我是你的客服。轰隆隆隆，怎么还没结束？49天劫不是49道吗？哎，天妒英才啊！叶经霜锋芒太盛，操天谴也是活该。清玄界731劫云，原定49天劫，实际执行58道。执行方：雷部第3巡天小队。备注：临时加压。什么临时加压？分明是私自加雷。等等，还有一条隐藏记录，关联申请：清玄界玄霄圣地，审批人：雷部军事使赵玄庭。叶经霜，你和玄霄圣地有仇？他们圣子夺我根基，被我击败了。斩得好！第59道雷要来了，听我说，向左3步。你一个客服指导用户渡劫，这超权限了。话术本上写了，用户濒死时，客服应尽最大努力保障用户体验。躲开了！怎么可能？天劫还能躲？你看得见？客服权限第60道，反手横挥。我没力气了。那就借他的力。雷部这帮人居然在强行锁定他的契机，只要他还在场，这雷就会一直追着他。丁，仲裁证据提交成功，排队中。预计等待72个时辰，72个时辰，他最多还能撑72喜。周主管，有没有更快的方法？有是有，客服可以发起反向投诉，直接投诉执行部门。但这会把你的功号暴露给雷部啊！暴露就暴露。陆晨，雷部长雷罚，得罪他们，以后你每次升迁，每次渡品阶雷，都可能被针对。我在下界从炼气到飞升，一路就是被针对过来的。反向投诉提交成功，售后司甲9527，秀动极高。完了，是赵玄影，雷部巡查使。不撤！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？知道，那你还不撤？因为你被投诉了。狂妄！叶经霜扰乱下界天命，本就该受罚。雷部代天刑罚，轮不到你一个末品小仙智慧。他本该渡49天劫，你们批到61道，谁给你的权利？玄霄圣地上表，他身负逆命剑骨，若不处置，清玄界气运将乱。玄霄圣地给了你多少好处？
你好大的胆子！陆晨小心，他降雷劈你了。我在下界渡飞升劫时，一共挨了999道雷，你这道太软了，还给你。不行，叶经霜的剑断了，他已经被第62道雷压得跪下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启动克服最高应急条款。陆晨，那是灰色条款，用了就等于和雷部抢权限啊！抢就抢，临时接管本次雷劫服务，神识接入。还没死，再给他加20道。元宵圣地给的香火真不少，这丫头死了，他们还会再供300年雷神金身。反正一个下界修士死了就死了。警告！天庭万界售后司工号甲9527，临时接管本次雷劫服务。售后司客服也敢管雷劫？本次服务存在严重违规，现责令停止执行。滚！你们雷部是不是忘了，雷劫也是服务？亲，违规操作会影响您的绩效哦。你敢！雷劫怎么劈天上去了？莫非叶经霜强到天劫都怕了？站起来，最后一道是你真正该渡的第49道。好，用户叶经霜确认服务完成。评价5星，附加评语：客服很好，下次还找他。紧接着，一股金色功德灌入我的功号牌，我体内仙力暴涨，从末品小仙一跃升到9品上。你第一单升了3级，一般新人攒10年才够升半品啊！因成功纠正雷部违规行为，维护天道基础秩序，额外奖励功德3000，功号甲9527权限提升，解锁高级查询。第一单就拿3000功德，还投诉了雷部，这新人不怕死吗？陆晨，本座记住你了。亲，威胁客服也是违规行为。我又提交了一张工单，投诉对象雷部巡查使赵玄庭。投诉事由：恐吓一线客服。爽！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工位旁多了3道雷符，写着“谨言慎行，无人可逃”。我把它们全贴在桌角，当了杯垫。你真不怕？怕有用吗？没有。那不如不怕。有道理，但一般人做不到。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老夫要投诉我玄霄圣地供奉雷部3000年，每年香火不断。昨日请雷部惩戒逆命妖女叶经商，结果她不但没死，还渡劫成功。你们天庭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亲，经查询，您的诉求属于非法干预他人渡劫，不受天庭保护。放肆！你一个客服敢这么跟老夫说话？老夫玄霄圣地执掌清玄界半壁江山，门下弟子100万，信不信老夫联合各大宗门，撤掉你们雷神殿的香火？你是在威胁天庭？是又如何？我们供香火，雷部替我们办事，这是规矩。叶经霜坏我圣地气运，他必须死。你们若不处理，我让你们一丝香火都收不到。亲，您确定要继续说吗？老夫当然确定。好的，已为您生成新工单。清玄界玄霄圣地涉嫌以香火贿赂雷部，恶意干预天命格局，胁迫天庭整治人员。等等，什么后单？老夫何时主动交代了？刚才案件已转交天庭监察司、功德审计司联合处理，感谢您的主动交代，祝您生活愉快。那是气话，删掉，快给我删掉！不好意思，天庭工单全程留痕，不支持删除。小畜生，你是谁？天庭万界售后司，工号甲9527。原来是你，老夫记住你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玄霄圣地在天上也有人。亲，威胁客服会产生新的违规记录哦。成功捕获下界圣地违规证据，奖励功德800。小鹿，你以前真不是干审案的，你怎么这么会抓把柄？下界修仙讲究一个收尾干净，客服不能直接出手，只能换种方式。小鹿，有没有兴趣来我姻缘组？你这嘴
拆道侣肯定一拆一个准。接下来的半天，我的传音域彻底炸了，清玄界各大宗门轮番打来。入臣你个天庭败类！记录辱骂，转交监察。这叶惊霜，师徒要重新请雷劫处理他。造谣生事，转交监察。我是叶惊霜的未婚夫，他抛弃了我，我要冻结他的飞升资格。身份核认失败，冒充家属，扣除宗门功德。下一位，陆晨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？雷部又来了？不是雷部，你看这个。警告：万界用户联合投诉，客服评分跌至1星半，低于2星，将暂停权限，接受服务质量复查。10万人联合投诉。玄霄圣地发动了清玄界所有弟子和附属宗门，给你疯狂刷差评，说你态度恶劣，破坏天命。你看最后这条，玄霄圣地圣主亲自发话，要求天庭严惩你，否则清玄界集体拒绝供奉。小鹿，服个软先道歉吧，客服评分太重要了，低于2星，雷部就有借口直接让你停职啊！10万人刷差评，拿规则压人，他们真觉得人多就有理吗？他们觉得人多就有理，在客服系统里，有时候确实如此。10万人给你刷差评，小鹿，你还是先低头吧。那就让更多人说话。周主管，客服可以群发通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要干什么？给清玄界所有被玄霄圣地压过蛋丹的用户发一条回放问卷。小鹿，你这不是处理投诉，你这是掀桌子！我按下发送键，目标清玄界36000城，72万村镇，所有散修、凡人、妖族和小宫门。第一，回返问卷已发送，重新开放评价通道。玄霄圣地强征灵田，害我全村断粮啊！圣地弟子强行带走我妹妹，求天庭开眼。我儿只是采药误入圣山，便被强行惩处。叶仙子击败圣子那日，我们全城放了3天鞭炮，10万、100万、1000万，一个时辰1300万条真实投诉，把玄霄圣地的10万差评全淹了。检测到工号甲9527主动唤醒陈吉德安，恢复万界服务公圣，奖励功德1万，权限提升，5品客服，1天升5品。你这是升职还是飞升第2次？生成特级案件：清玄界玄霄圣地长期压迫万民，勾结天庭雷部，操纵天命，请负责人甲9527继续处理。飞升第1天，我以为客服是受气报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客服手里拿的不是传音域，是天道给万界藏生留下的最后一柄剑。周主管，看看这条压了67年的凡人投诉，那名圣地弟子看中我家祖传玉佩，让我爹落下了旧伤，带走我妹妹，我为此求了30年，没有回音。若天上真有神仙，为什么看不见我们？这种工单太多了，以前为什么不处理？下界大宗门供奉资源，天庭很多部门靠他们维持日常供给，凡人供的少而散，圣地供的大而稳，久而久之，有些仙官就忘了，天庭受的不是圣地供奉，而是众生供奉。监察司不管吗？我懂了，天庭不是没有规则，是有些人站在规则上方太久。该户单年代久远，证据缺失，建议关闭，取消关闭，重启调查。当年那个外门弟子，如今已经是玄霄圣地是赵成，抢夺灵田，逼死散修，私吞香火，功德记录红的发黑。可是每一次他都能通过圣地担保洗白记录，我倒要看看天上到底是谁在给他做担保。我顺着赵成洗白功德的记录一路追查圣地担保的审批来源，结果跳出的名字让我一愣。天庭功德审计司副司主韩玉楼，小鹿，这可比赵玄堂还麻烦。很大。功德审计司掌管下界香火清算和仙官绩效，说难听点，咱们每个月功德发多少，都要过他们的账。
那正好。你又想投诉？不是想，是已经在写了。我把李二牛的丹丹、赵成的功德记录、玄霄圣地担保流水、韩玉楼审批痕迹全部打包，发起跨司审期投诉。系统警告：该投诉涉及高阶仙官，可能引发不可预知后果。是否继续？不可预知，我喜欢。确认提交。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才刚飞升，你们就让我死无全尸？亲，您先别急，能具体描述一下情况吗？3万功德，足够末品升到4品了。韩副司主，这是贿赂吗？这通传讯没有走官方通道。善意为什么要避开系统记录？韩副司主，请继续表达你的善意。那该用什么论？我想起是师父死前说过的话：若见不平仍敢出剑，才叫剑仙。韩副司主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：山若压尘，尘多了也能埋山。都，录音已保存，新增证据：韩玉楼试图私下干预投诉，并发表歧视众生言论。上传。完了，这下连功德审计司也得罪死了。特级案件升级，因涉及跨部门腐败，自动上报凌霄殿。明日辰时公开听审。公开听审小鹿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明天凌霄殿上，雷部、审计司、玄霄圣地背后的仙官都会来，他们不会让你活着把话说完的。那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让我闭嘴。当天夜里，我调取了所有与玄霄圣地相关的旧功丹，100件、10000件。这些功丹像一座沉在海底的坟，里面埋着无数凡人的哭声、散修的血泪。我看着这些，眼里没有怒火，只有冷。接通。凌霄殿那边刚传来消息，消息传得挺快。我刚从天牢那边过来，那边人手不够，我过来看看。辛苦了。你真的不打算回玄霄圣地了吗？暂时不会。你只要活着，玄霄圣地就睡不安稳。我知道了。辰时到了，小鹿，把这件官袍披上。虽然只是5品客服袍，但咱们得干干净净的去，怕吗？周主管，我在下界最后一战是一个人对30万魔军，结果呢？我赢了。今天也一样。凌霄殿99根盘龙金柱撑起天穹，万仙列座。雷部巡查使赵玄庭、沈帝、司副司主韩玉龙高坐两旁，玄霄圣主玄天切的下界投影正跪在殿下装可怜。陆晨，今日听审，因你投诉玄霄圣地勾结天庭仙官，操纵雷劫，压迫万民，你可知此案重大？可有证据？区区客服，仗着一点权限胡乱攀咬。太白仙君，此人昨日私自介入雷劫，已犯大忌，应先治他的罪。赵巡查使，你确定要先谈？陆晨先有个别苦难，不能否认圣地大局。个别。系统统计完毕，玄霄圣地相关沉积单1736万件，涉及凡城36000座，涉及人员失联、异常事故、强制调配、违规渡劫事项420万件。韩副司主，你管这叫个别？这些功丹真假难辨，凡人认知有限，散修各执一词，他们的话岂能作为证据？所以我查了功德流水，表面功德充盈，实则红色亏空，触目惊心。玄霄圣地上供天庭的香火，70%来自强征。每当功德亏空，就会有一笔来自功德审计司的平衡修正，而审批人全是韩玉楼。韩副司主，你如何解释？下界事务复杂，审计司修正功德，
是为避免一界秩序崩坏。那李二牛妹妹的失踪也复杂，个案。叶金霜被加雷，陆晨也是个案，特殊情况。赵成洗白功德是个案，流程误差。玄霄圣地1700万工单，全是个案，特殊情况，流程误差。陆晨，注意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，天庭万界售后司，工号甲9527，我负责接听万界投诉。韩玉楼，你坐在天庭高位太久，是不是忘了？凡人也是用户，凡人被欺压，可以投诉；散修蒙冤，可以投诉。天庭存在的意义，不是替圣地遮丑，不是替仙官舞杖，更不是让高高在上的人对苍生说一句大局未仗。苍生就是大局，狂妄！一个五品客服也敢在凌霄殿指点天庭？你不服？本座当然不服。那你解释一下，300年前岁玉界飞升雷劫为何多出108道？调取尘封记录。岁玉界300年前，飞升者沈问天，原定飞升劫99天雷，实际执行207道。审批人雷部军察使赵玄营。沈问天，我的师傅赵玄营，他也是扰乱天命吗？年代久远，本座不记得了。不记得？那我帮你记。陆晨，别信天命，剑修太多，天庭不喜。想起来了吗？那个高高在上的声音，正是你。是又如何？剑修杀伐过重，本就该压。若任由你们这些逆骨之人飞升，天庭岂不大乱？雷部巡查使赵玄庭承认违规干预飞升雷劫，检测到高阶仙官严重违背天道服务协议，启动强制问责。检测到高阶仙官严重违背天道服务协议，启动强制问责。不可能，本座是雷部巡查使，谁敢问责我？韩兄，韩兄救我！赵巡查使，天道在上，你好自为之。天道自杀之雷都引来了，谁还敢保他呀？陆晨，都是你害的！接招！他这一击太快，但我的功号牌亮了，客服遭受被投诉对象攻击，启动紧急防护。警告：检测到被投诉对象发动动物理攻击，防护金光已开启。你敢袭击客服？你敢在凌霄殿拔剑？区区一个客服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看我雷海万坤，今日就让你知道，雷部不是你能惹的。我师父当年也想知道。300年前，师父教我第一剑时说：“剑修一生，只求一个准字，准在对错。若一剑斩不平，那就练到能斩。”这是什么剑气？我的雷海，我的护体仙光，我的雷冠，怎么可能被你一个五品小仙切开？雷部巡查使赵玄庭，这一剑替我师父问你：天庭雷法到底是用来考验修士，还是用来杀人的？我的仙剑，我的雷拳，天道饶命啊！雷部巡查使赵玄庭，违规属实，处罚：剥夺雷拳，降为罪仙，押入天牢候审。陆晨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雷部后面还有。亲，您有新的投诉需求，可以在天牢提交哦。你怎么查到的？高级查询。不可能，五品客服根本没有权限查询副司主私人账户。正常是没有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昨夜你用私人仙讯联系我时，为了绕开工单系统，临时开放了一条隐秘通道。客服回拨时，顺手查了一下。陆晨，你在吊我？是你先咬钩的。本官承认，是收过一些下界供奉，但天庭仙官谁没收过？若要查，半座凌霄殿都不干净。这韩副司主怎么把我们也扯进去了？玄霄圣地固然有错，但他维护一界稳定也是真。你为了几个凡人的哭诉，就要推翻3000年秩序？陆晨，你以为自己是正义？不，你只是个莽夫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维持天庭运转的人。诸位同僚，你们真要任由一个新飞升的客服把所有旧账翻出来吗？
今日是玄霄圣地，明日就是你们供奉的宗门；今日是赵玄庭，明日就是你们自己。韩副司主说的对，陆晨此举确实过激。沉积丹丹太多，贸然翻案，恐动摇万界，应先暂停其权限，待各司商议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终于说实话了。诸位仙官是不是觉得天庭的账只能你们查？是不是觉得凡人的声音太低，传不到这里？是不是觉得只要大家一起烂，就没人敢掀桌子？你想干什么？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天庭客服系统连通的不只是各司后台，它连着万界用户。第一，天庭万界售后司公开听审回访已发送。问题：您是否同意继续追查玄霄圣地及相关仙官？发送范围：清玄界、碎玉界等3000下界全体用户。你疯了！同意追查，100万、1000、1000万、1亿、10亿、987亿。你们说苍生如尘，现在尘埃开口了，同意追查987亿6400万。不同意，32万。查，臣等遵旨。监察司、天律司、功德审计司正司主听令，3司联合接管案件。陛下明鉴，我玄霄圣地纵有小错，绝无反天之心啊！太白星君饶命啊！有没有反天之心？查过便知。1. 案件处理期间，不支持退出服务哦。陆晨，你毁我圣地，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鬼魂投诉请转地府客服，我这里不受理。3司立刻下界，即刻拿人。天庭法旨，查封清玄界玄霄圣地，断其香火，清算功德。不，我的功德怎么变成业火了？你们要把我拖去哪儿？赵成，去白石村就职，见你的苦主。你们终于来了。李二牛，您的工单已重启，初步核认属实，天庭为延误处理，向您致歉。爹，妹妹，天上真的有神仙啊！神仙老爷看见我们了。看着工单传回的画面，凌霄殿的仙官们有的惭愧，有的愤恨，但我不在乎，我不是来让他们喜欢我的，我是来处理工单的。叶静霜，你一人一剑把试图逃跑的圣地高层全拦下了，为何抢我们天庭的火？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算了，你每拦下一个，后台就少一个待处理对象，效率挺高。初审通报，原县祭司副司主韩玉楼私人账户查穿，牵连37名仙官，12个下界大宗门。陆晨，你可知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？知道。还敢闯？敢啊，因为我是客服。好一个因为我是客服！接旨吧。敕令：售后司甲9527陆晨处理特级投诉有功，晋升万界售后司特级客服，品阶3品，特赐沉积丹重启权。小陆，3品，你小子飞升才3天就3品了。周主管，工作场合请称呼我陆特级。还装上了，3品客服，能不能帮我查查我前妻转世在哪儿？私人查询违规，无情。陆晨，别高兴太早。赵玄庭和韩玉楼只是台前人，你这次掀开了天庭一角，后面会有很多人盯上你，他们会让别人来投诉你，甚至让系统本身来为难你。那就处理。很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明日调位。调位去哪儿？天道总台，售后司只负责常规投诉，而天道总台负责接听诸天最难、最危险、最不讲理的单单，比如仙王投诉天命不公，古神投诉信徒断供，魔界投诉飞升通道歧视，地府投诉转世名额被插队，还有些沉睡几十万年的老东西，醒来发现自己的庙被拆了，要求天庭赔偿精神损失。听起来比售后司还要离谱。恭喜你，陆晨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再是1线客服，你是天道客服。
飞升前，我以为自己要在天庭当剑仙，现在想想，当客服也不错。毕竟剑只能斩眼前敌，客服却能让诸天万界排队叫号。天道总台规矩很简单：第一，不准随便答充用户要求；第二，不准随便拒绝用户要求；第三，用户说自己要影响世界时，先确认他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若有呢？转最高危；若没有，安抚一下，建议他多喝热水。这都什么离谱规矩？总台接的都是会影响界域平衡的大单单，你在兽后司光会刚可不够，还要会活。丁，有新的高危单单接入，你的第一单来了。用户九幽模组，魔界初代模组，投诉类型：飞升通道骑士，危险等级甲。天庭客服，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本组沉睡10万年，今日醒来，发现魔界飞升通道被限流，仙修飞升1日300，魔修飞升3年1个，凭什么？查到了，仙魔大战停战条款，限制早该在7万年前解除，却被天庭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一直续着。九幽先生，您的投诉初步成立。你疯了？怎么能直接承认？你承认了？承认问题存在，不代表立即给您解决。为何？你想拖？不是拖，是给方案。第一，恢复魔修飞收名额至先修30%；第二，设立魔修适应培训，避免入天后跟仙官争执；第三，清查10万年来被无故驳回的申请；第四，重新谈判仙魔通道协议。听着像人话，感谢认可，但本组不接受，本组要10万年赔偿。警告，赔偿金额过大，足以让半个天庭破产。稳住他。赔偿可以谈，绝对不能赔。小客服，你比天庭那些老东西聪明，但您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魔界过去7万年被限流的飞升者里，有多少还活着？许多人错过飞升，死在下界，名额可以补，资源可以赔，但死者不能复生，所以赔偿不能只给魔族，也不能只给魔界高层，应建立追溯名单，优先补偿被无故驳回者及其宗门后裔。你是在替魔界底层说话。我是客服，用户不止您一个。有趣，10万年了，天庭终于出了个会说话的，哈哈哈！本组给你3日，3日内拿不出方案，本组亲自拆了南天门。通话结束，干单状态更新，限时处理。第一天就接魔组限时单，你运气真不错。主管，这算夸奖吗？不算。飞升通道涉及仙祭司、天门司、巡微卫，还有功德审计司的残余势力，3天内解决几乎不可能。以前有人处理过吗？有，第一任客服被魔组骂到道心崩塌，第二任被仙祭司拖到退休，第三任提出赔偿方案，被财务司打回17次，最后申请转岗去地府接鬼魂投诉了。那他们缺一个没那么好欺负的。陆晨，你为什么总要管这些麻烦事？因为我接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传音域响起的时候，总要有人接。如果没人接，凡人就会等30年，叶经霜会困在雪峰，我师父的冤案会永远埋在雷云里。需要调资料，用这个。别谢太早，3天后魔组拆门，你站第一排。飞升通道限流，背后必然有人吃了7万年的好处。刚得罪完雷部和审计司，现在又要动仙级司、天门司和巡天卫，天庭这班上的真刺激。第一天查账，我发现魔界飞升申请不是少，是太多。7万年来，90%被驳回，理由千奇百怪，申请人气场过重，不符合天庭气质。申请人渡劫时笑声太大，建议重修。申请人左脚先踏入飞升门，礼仪不合格，左脚先踏入飞升门。仙级司真能变。柳青河处长，这礼仪不合格，哪条天规写的？魔修飞升人本就该严审。陆特级，你刚到总台，不懂历史，天庭上佑，这是约定俗成。约定俗成能驳回飞升？
你是在质疑我们仙吉司？是，柳处长。你们仙吉司每年驳回魔修8万件，真正罪孽过重的不无1成，剩下9囚都凭你们主观定夺。魔修狡诈，宁可错据，不可错放。那仙修呢？仙修自然不同，仙修清正，魔修邪祟。你这是职业歧视。陆晨，本官位列2品，你敢给本官扣帽子？不是扣帽子，是记录事实。总台规则，问讯全程留痕。柳处长，你刚才那番话足够魔界再告一回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查到魔修被限流后，空出的通道资源被转卖给了下界仙修，那些通道加急券的收益全都流进了仙吉司和天门司的私人账户。这群蛀虫真是不长记性。看着账目上的流水，我忍不住想笑。功德审计司刚塌，天门司和仙吉司这帮人还以为自己藏得住。你就是那个敢对魔族喊亲的客服，不错，我喜欢你。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？柳处长，提醒一次，歧视性发言会影响本次协商评分。怎么，怕我为难你？证据很清晰，魔修限流协议早已过期，仙吉司却继续执行，天门司挪用飞升通道资源，售卖加急资格，巡天未借魔修风险为由，收取额外监管费用。解释一下吧。通道分配是天门司负责，可名单是你们仙吉司审核的，我们只是执行监管，与我们无关。你们天庭扯皮的样子和魔界长老会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我们谈不明白就比试一场，谁占上风听谁的，效率挺高。陆晨，你到底站哪边？站丹丹。这是整改方案，解除过期限流，恢复正常审核，成立仙魔联合审核组，清退7万年违规收益补偿被驳回者。仙吉司不同意，天门司也不同意，云天卫认为风险过高，不同意。他们不同意，你怎么办？那就让用户评价。你又要搞民意回访？不，这次不问凡人，问问那些被拒绝飞升的魔修。飞升申请库已接通，我当年因笑声太大被拒，后来死在魔界内战，只剩一缕残魂。我真的不配飞升吗？我祖母连续申请飞升13次，13次被拒，理由都是杀气未消。可他一生只杀过入侵村庄的妖兽。本座年轻时以为天庭公正，后来才知公正也分仙魔。7万年内疑似无故驳回飞升申请。4亿3千万件，4亿3千万个曾经仰望天门的修行者，就被你们一句魔修不配挡在门外。魔修本就。柳处长，你再说一次本就，我就把你的全部审批记录转给魔族。仙吉司签。魔界接受分阶段方案，但追加一条，魔界要求陆晨担任联合审核组监督。魔组说了，只信你这个客服。我很忙，接吧。总台人手不够，能者多劳。这4个字，果然不管凡间还是天庭，都令人讨厌。工单完成，九幽魔组评价5星，评语：此客服尚可，暂不拆南天门。成功解决仙魔飞升通道争议，奖励功德3万，权限提升。准2品，你现在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。之前不是吗？之前是钉子，现在是剑。剑也好，钉子也罢，能扎进烂肉里就够了。你看桌上那个锦盒，匿名送来的。陆主管，适可而止总台收匿名威胁信正常吗？很正常，登记一下就行。匿名威胁客服，来源追踪失败，疑似高阶权限遮掩。看见没有？你已经进某些人的黑名单了。有排名吗？天庭内部高危人物关注榜更新，第1名陆晨，第2名九幽魔组，第3名北荒魔帝，第4名叶经霜。等等，九幽魔组都排我后面。好消息是，你很有分量；坏消息是，想找你麻烦的人也很多。天庭服务质量专项复查通知，复查对象：天道总台准2品客服陆晨，发起部门天祭司。
天祭司出手了，他们掌管仙官考核，最擅长用规则卡人。你之前处理的工单，结果漂亮，但过程不一定符合他们的条条框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准备挑刺？不是挑刺，他们准备把规则卡到你要害。陆晨，客服职责在于沟通协调，而非瞅一时英雄。今日复查，不看功劳。明白。第1件，叶经霜雷劫异常案，你是否未经雷部许可，临时接管雷劫？是。是否造成雷部第3巡天小队行动受阻？是。是否在与赵玄庭沟通时使用刺激性语言？哪句？你说，您被投诉了。这句是事实。流程违规。第2件，玄霄圣地群体回访案，你向清玄界大范围用户发送回访，是否造成下界舆论震荡？是。是否未经宣传司审批？天庭对下界大规模信息发布，原则上需宣传司备案。凡人投诉被压67年，需要宣传司备案吗？本官问流程，那是流程违规。第3件，仙魔飞升通道案，你是否在协商中威胁仙级司柳清河？我提醒他，歧视发言会被转给魔组，这是风险告知。这就是威胁，流程违规。10件工单，9件流程违规。陆晨处理工单虽有成效，但严重偏离客服中立原则，行事激进，屡次扩大事态。天祭司建议暂停其准2品权限，调离天道总段，转入文书司反思100年。裴玄礼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！玄威主管，复查有据可依。你说我偏离客服中立原则？什么叫中立？不偏不倚。用户被雷劈死，执行部门违规加雷，你要我在死人和违规者之间不偏不倚？你在偷换概念。凡人被圣地压迫67年，你要我在凡人和圣地之间不偏不倚？陆晨，注意你的态度。魔修被无故驳回飞升4亿3千万件，你要我在被歧视者和歧视者之间不偏不倚？客服不是判官。那你们把判断是非的能力都交给流程，最后流程错了，谁负责？流程不会错。流程当然会错。流程让叶经霜出事，流程让李二牛等了67年，流程让4亿3千万魔修被拒之门外。你们不是在维护流程，你们是在维护那些能利用流程的人。放肆！陆晨顶撞复查仙官，拒不认错，现立即暂停权限。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总台的传音域怎么全亮了？售后司、姻缘司地府热线全亮了。售后司、姻缘司、地府热线全亮了。用户评价不能干扰复查，客服服务质量以用户反馈为核心依据，检测到复查结论与用户反馈严重冲突，启动反向复查。天祭司是否存在恶意考核？不，这不可能。亲，您的复查已被投诉，最终结论：天祭司复查组存在恶意考核，打击报复嫌疑，暂停裴玄礼等3人考核权限，移交监察司。裴县官。去文书司反思100年，其实也不错。陆晨，你给我等着！综合评价良，综合评价中，综合评价中，中。我只是接了用户回访。成为2品天道客服后，我以为会忙得更离谱。事实证明，我想少了。我忙得快要魂飞魄散。上午处理龙族投诉，中午调野地府纠纷，下午又来个大单。本神沉睡20万年，今日醒来，发现我的神庙居然被改成了火锅店，必须赔偿本神的神格损失。亲，
我查了一下，那家火锅店生意很好，当地百姓每逢初一、15还会给锅底上香，这属于信仰形式发生转型，不构成完全断供。我不管，成何体统？这样吧，您先去试吃一下。片刻后，味道确实不错，本神要5成香火分红，最多4成，成交。我带那位沉睡20万年的古神去抢了他庙产的火锅店试吃。这毛肚确实脆，火锅店可以开。但随着处理的工单越来越多，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天庭系统太老了，工单经常卡顿，有些凡人的投诉甚至会莫名消失。你终于发现了，跟我来。玄威将我带入总台最深处，这里没有桌椅，只有一口漂浮着亿万光点的古井。这是天道井，万界投诉、祈愿、功德转世，所有的信息都要经过这里。那井底那些像虫子一样在啃食光点的阴影是什么？是沉默。当一个用户投诉太久无人回应，他会失望，无数的失望积累，就会形成沉默。沉默堵塞了天道井，让更多的声音传不上来。能清理吗？很难。清理沉默，需要回应那些最久远、最绝望的丹丹，但有些沉了几十万年，涉及古老禁忌，没人敢碰。警报！天道井发生剧烈震动，怎么回事？有一枚漆黑的光点从井底浮上来了，它像一块死去的星辰。最高级丹丹，投诉人，天道，丹丹内容我听不见他们了。天道竟然也会投诉，这不可能。汤，整个总台警钟大作，108名天道客服全部起身，天庭各大主官被紧急传召。这是天庭建立以来第一次收到天道本身的投诉。臣在。我明白玉帝为什么选我，因为我愿意听底层的声音，也因为这统叛天的烂摊子得有人背锅。我接。天道井骤然扩张，将我的神识一口吞入，下一瞬，无数个世界的景象狠狠砸进我的脑海。天啊，3年大旱，求您降雨啊！城里喧闹的声浪把我们村里的声音都盖住了。山神爷爷救命！这修士要抓我练妻，为什么不救我？300年了，为什么那个达官贵人刚离世就能插队转身，我还要继续排队？他们不是没有求救，是求救根本没有回应。当系统被堵塞，当仙官们满嘴大局和流程，天道听见的声音越来越少，最后连天道也被迫沉默。陆晨，你退出天道井了。你满身冷汗，到底看见什么了？债，天庭欠众生的债。陆晨，此等危局究竟该如何处理？重启所有沉积工单。所有？你知道那是多少吗？经统计，当前沉积单单总量98000亿件。98000亿，这会把整个天庭掀翻的。分级、分类、分界域重启，优先处理生命、雷劫、转世、功德侵占类案件。开放下界自查通道，建立用户代表回访制令。今天，这天庭的烂账，我翻定了。所有部门旧账必须接入总台复核。陆晨，这会让天庭所有部门停摆的。不停摆，他们也已经烂。雷劫记录若全部重查，雷部至少3成仙官要被问责。那就问。转世插队若重查，地府也要翻天啊。那就翻。陛下，这陆晨，你可知此举会把你推到所有仙官的对立面？陛下，我早就在那边了。你可知98000亿香丹，求你一生也处理不完。我一个人处理不完，但天庭可以。各司必须接入服务监督。小陆，不，陆总台，我们3组全员申请加入沉积丹丹专项组。我姻缘组也来，顺便能不能查查我前妻在哪儿？不能。清玄界渐修，愿做下界回访使。魔界也要名额，别想撇开我们。李二牛所在的白石村第一次收到了天庭的正式回访。村里新修了一座小庙，供的不是神像，而是一块刻着有事可诉的木牌。那枚最高级工单的处理进度终于跳到了1%。1年后，天庭变了很多。玉帝下旨，听得见众生者，方可掌权。
这让许多老仙官睡不着觉，而寿后司却扩建了10倍。小鹿，你现在在下界可是红透了，好多凡人遇事不决，就去拜陆克福庙。他们求什么？求投诉有门，求冤案重审，求雷劫别被黑呀，还有求姻缘的。你帮我接了几个？收手续费了吗？没有，就收了一点点功德，转交监察司。陆晨，你个无情无义的家伙！叶经霜也飞升了，他没来当客服，而是进了巡天剑司，负责清查下界违规圣地。你每天就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工单，不累吗？累。那为什么不歇歇？因为传音玉会响。这把新铸的剑送你，当初你帮我接了雷劫，如今我帮你铸一把能镇住仙官的剑。我现在一般不动剑处理人了，备用。剑鸣无声，我很喜欢。这1年里，天道景的阴影明显淡了，越来越多的声音重新抵达了天庭。我要投诉，土地神托梦口音太重了，我根本听不懂啊！山神把我的洞府划成旅游景点了，每天好多人拍照。我许愿长生，结果只是头发长得特别快，这算哪门子长生啊？这些工单看似荒唐，却让我觉得安心。因为当一个世界里小事也能被听见，大事就不至于彻底沉默。每一次，我都接。最高级工单我听不见他们了，处理完成。天道听觉恢复，万界服务体系重塑成功。负责人，陆晨。陆晨，天道景彻底清亮了，金光天道向下金光了。你的仙阶2品、1品、超品。小陆，你是不是又升了？给不给老主管留活路啊？苟富贵，查前妻啊！恭喜，剑仙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功劳牌，上面的甲9527没有消失，只是多了一行金字天庭首席客服。陆晨，臣在。你重塑万界服务，功在天道。今日起，执掌天道总台。你可还有所求？臣想保留功号。准。于是，天庭史上最奇怪的一位帝君诞生了，别人称紫薇。很多年后，一个新飞升的小仙被分到了天道总台。他满脸不甘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陆帝君，飞升之后当客服真的有前途吗？有没有前途，看你怎么接。来工单了。请问天上的神仙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。亲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飞升之前，我以为最强的剑是一剑斩尽天下敌。飞升之后，我才明白，真正强大的东西是让弱者开口时有人回应。我叫陆晨，岁玉界飞升者，曾经的剑修，如今的天庭首席客服，工号甲9527。今天也在接单。离奇！有人强闯天道总台！陆晨，你断了我们的后路，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！他们废话什么？先毁了这口天道井！完了，这2个疯子燃烧了本源仙骨！想动他，问过我吗？区下界刚飞升的剑修，给我死！万魂业火，去！这股怨气！叶姑娘，退下吧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接下来
是客服的售后时间。警告：检测到用户存在严重暴力行为，死到临头还被带逃，恶意破坏天庭基础设施，威胁客服人身安全。现正式启动特级账户封禁程序。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庞大的功德？这股威压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万界苍生选出来的，禁言。疯了！他就是个怪物！终于想到金属阵的。服务还没结束，你要去哪儿？强制差评，物理抹杀。不，我乃天庭仙官。陆特级，他们都没了。账号永封了。你这封号手段真物理啊！还算利落。多谢叶姑娘刚才替我挡那一剑。哼，虽然用不上，但很讲义气。哼，谁要你信？哼。禀陆特级，天牢失守的叛仙已尽数伏诛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终于清静了。回到那张熟悉的宫位前，拿起传音玉。喂，是万界功德服务中心吗？求仙人救救我们村吧！不管身居何位，收到，我马上处理。哼，又想得了人家吉下的口。亲，这里是天庭万界售后司，我是您的专属客服，工号甲9527，不要怕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天道不公，客服来修。属于咱们打工人的逆袭，现在才刚刚开始呢。